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时候人生真正出问题的地方，并不是你不够努力，也不是你不够聪明，而是你太想掌控了。你太想把事情导向你要的结果，太想让感情照你的想象发展，太想让工作稳稳往上，太想让别人理解你、配合你、肯定你。你以为这样叫做积极，叫做负责，叫做上进，可是到了最后，你却越来越焦虑，越来越用力，越来越不安。你做的越多，错的越多，想的越周全，局面反而越失控。这种感觉就像你明明是想让人生变得更好，却在不知不觉之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时时刻刻都在防守、都在计算、都在害怕出错的人。如果你最近正处在这种状态，那今天要谈的易经第25卦天雷无妄，可能就是你此刻最需要听的一卦。因为无妄这个词表面上看好像很抽象，好像只是叫人不要乱想，不要妄为，但它真正要说的其实是一个很深刻也很残酷的人生真相。人一旦失去真，就会开始妄，而一旦开始妄，就算你表面上做的是对的事，最后也很可能走向错的结果。无妄卦的卦辞说：无妄，元亨，利贞，其匪正有省，不利有攸往。这句话一开头非常强，直接告诉你，无妄不是消极，不是躺平，不是不作为，而是元亨，是大通，是一种真正顺着天理、人性与本分去行动时，事情自然能够通达的状态。利贞就是守正有力，真正有力的从来不是投机，不是耍聪明，不是想办法钻漏洞，而是你能不能把自己放回正的位置。可接下来马上又补上一刀，其匪正有省，不利有攸往。只要不正就有灾，只要动机歪了，方向偏了，再忙再拼再急着往前冲，都不会有好结果。这就是无妄卦最核心的力量。它不是在教你什么叫幸运，而是在提醒你不要把人生建立在虚假的意图上。很多人把无妄理解成不要胡思乱想，这当然没错，但更深一层来看，无妄讲的是你不能用错误的心去做看起来正确的事。因为真正毁掉一个人的往往不是明显的恶，而是那些包装成合理、包装成必要、包装成成熟、包装成现实的妄念。比如说在感情里，有些人嘴巴上说我只是想关心你，实际上是想控制对方。有些人说我只是想要一个承诺，实际上是想用关系来消除自己的不安全感。有些人说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能回应我？其实那个好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好，而是一种带条件的投资。于是你越付出越委屈，越用力越痛苦，因为你不是无妄，你是有妄。你不是单纯的爱，而是在爱里掺进了索取、恐惧、盘算与期待。那这样的爱再怎么热烈，也很难真正走远。在工作里也是一样，有些人明明做这份工作已经很疲惫了，却一直告诉自己要撑住，因为不能输，不能被看不起，不能让人觉得自己不行。表面上看是努力，实际上那股推动力不是来自真诚，而是来自虚荣、比较和恐惧。你不是在做事，你是在证明自己；你不是在前进，你是在逃避内心的不安。于是你会发现，越想靠成绩证明自己，越容易被成败绑死；越想控制局面，越容易在一点风吹草动里崩溃。这就是妄，不是行为本身有问题，而是你做这件事的根已经歪了。无妄卦的卦象是上乾下震，天在上，雷在下。雷动于天之下，代表一种突然而真实的力量。这不是人为安排出来的，不是精密算计的，而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生机勃发的动能。大象传说，天下雷行，物与无妄，先王以貌对时，育万物。这句话很值得反复咀嚼。天下雷行，就是说天地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运行，有节奏，有时序，有其内在的法则。万物之所以能生长，不是因为谁控制得好，
而是因为它们顺着时序，顺着本性，在该发芽时发芽，在该开花时开花，在该结果时结果。先王面对这样的天道，不是硬去改变自然，而是貌对时育万物，也就是顺应时机，配合节令，养育万物。这对现代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。我们这个时代最擅长的就是焦虑地催熟一切，感情刚开始就想立刻知道有没有未来，工作才做1年就想判断值不值得一辈子投入，才刚学一点东西就急着要看到成果，才努力几个月就觉得自己应该被世界回报。我们对生命最大的暴力往往不是破坏，而是催促。我们不相信时间，不相信节奏，不相信因果，不相信事物有它自己的成熟方式，所以我们总想提前收割，提前确认，提前掌控。但魔旺卦告诉你，真正能育万物的不是焦虑，而是顺时；不是强扭，而是守正；不是妄念驱动，而是真实行动。所以今天这一支影片，我想借无妄卦深入探讨的一个核心主题，就是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偏离正道。答案往往不是在他坠落的时候，而是在他太想把事情做好，太想得到一个结果的时候。因为这个时候，妄念最容易披着正当性的外衣出现。你以为自己只是更努力，其实你已经开始失真。你以为自己只是更积极，其实你已经开始扭曲。无妄卦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叫你放弃行动，而是逼你回头检查你现在做的一切到底是出于真还是出于妄。接下来我们看六爻，会发现无妄卦不是一句空泛的道德说教，而是把一个人如何从真走到妄，又如何从妄回到正，层层拆开来讲。初九说无妄往极，这是无妄卦最前进的一爻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心是正的，动机是单纯的，没有太多扭曲，没有太多算计，所以往就极。注意，它不是说待着才急，而是说往极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无妄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当你的心是正的，你就可以行动，而且这样的行动是有力量的。这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有些人一听到不要妄为，就变成什么都不敢做，什么都怕错，什么都退缩。这不是无妄，这是胆怯。无妄的真正意思是你不要怀着歪心去做事，但如果你的心是正的，你就该做就做，该说就说，该走就走。感情里，你真心喜欢一个人，就坦然表达，不必玩弄心机。工作里，你认为一件事值得做，就踏实去做，不必先盘算会不会立刻有回报。人生里，你知道有些改变必须开始，就不要一直等一个完美时期。初九提醒我们，很多事情不是不能前进，而是要先把心改正，心正，路就会慢慢开。六二说，不耕获，不周说，则利有攸往。这句话乍看很怪，怎么会不耕而收，不开荒而有熟田？它其实不是在鼓励人不劳而获，而是在说不要带着过度目的性去做事。真正有利的不是每一件事都立刻要求产出，而是你能不能先进入正确的状态。这一爻非常适合讲现代人的功利焦虑。我们很多时候一开始做一件事，就先问有没有用，能不能变现，值不值得，会不会成功，多久能看到结果。这种心态看起来很现实，却恰恰最容易把一件原本有生命力的事做死。你去经营感情，不是在认识人，而是在评估回报。你去学习，不是在吸收，而是在焦虑成果。你去创作，不是在表达，而是在迎合市场。这种高度功利化的心，正是妄念最常见的形式。无妄卦到了六二，告诉你一个反直觉的道理，很多真正好的结果，恰恰是在你不死盯着结果时才会长出来。你若一直算，反而算掉了缘分；你若一直逼，反而逼走了机会。最好的耕耘，不只是技术上的投入，更是内在状态上的传正。
当你能把事情做对，把人带真，把过程走稳，很多收获会在你不那么执着时自然到来。63说，无妄之哉，或系之牛，行人之德，一人之哉。这一爻非常现实，也非常残酷。它告诉你，就算你没有妄，就算你没有做错，你还是可能遇到灾。牛拴在那里被路人牵走了，城里的人反而遭殃。这世界不是一个只要你正直就绝对不受伤的世界。很多灾祸不是因为你坏，也不是因为你笨，而只是因为你身处在一个复杂的局势里，被牵连了，被波及了，被误解了，被卷进去了。这一爻对很多善良的人来说是一种安慰，因为有些人一遇到倒霉事就开始过度检讨自己，觉得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，是不是我不值得。但无妄卦说，不是所有的不幸都能从道德角度解释，有时候你真的只是遇到了无妄之灾。感情里你认真对待，却遇到对方尚未成熟；职场里你本分做事，却碰上内部斗争；生活里你已经很小心，却还是碰到别人的失误连累你。这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责任都吞回自己身上，而是要看清现实，保全自己，保持清明。所以如果你正处在一种明明自己没有恶意，却莫名承受很多伤害的状态，无妄卦给你的建议是，不要因为遭遇不公就开始否定自己的真。很多人受过一次伤就开始学着算计，被辜负一次就开始不再真诚，被背叛一次就开始觉得自己也应该变得现实一点。可这样一来，你就从遭遇无妄之灾变成自己走向妄，这才是更大的损失。受伤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因为受伤而失去本心。94说，可贞无咎。到了第4爻，局势开始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位置。这时候最重要的不是猛冲，而是守。可贞无咎，你只要守住正，就没有过失。这句话看起来平淡，但在人生里非常难。因为很多时候不是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而是你守不住。当别人都在投机时，你守正显得很慢；当别人都在操弄时，你坦白显得很傻；当外界不断逼你证明自己时，你安住本分显得很没存在感。可是94偏偏就在这里提醒你，很多局不是靠进一步打开的，而是靠稳住自己不犯错，慢慢熬过去的。这一爻很适合给现在情绪决策里的人。当你很焦虑的时候，不要急着辞职，不要急着分手，不要急着翻脸，不要急着做重大决定，先守住，守住日常，守住原则，守住节奏。因为有些时候，真正救你的不是激烈改变，而是你没有在混乱中做出更错的事。无妄卦到了94，教人一种很成熟的力量，不是每个困局都要立刻破，不是每个问题都要立刻解。有时候你能不跟着妄念起舞，就已经非常难得。95说，无妄之极，勿药有喜。这一句是整个无妄卦里最有味道的一爻。得了病却说不要吃药，反而有喜。这当然不是字面上反医疗，而是在讲有些病本来就不是靠外在强行处理能解决的。有些问题并不是因为你做的不够，而是因为你做太多了。不是缺少方法，而是方法过剩；不是没有控制，而是控制太强。这种时候，你最需要的不是再加一层手段，而是停下来，让事情回到它原本的秩序里。现代人最熟悉的病，不一定是身体病，更多是心病。焦虑、内耗、过度反刍、讨好、控制、完美主义，这些东西很多时候不是你再学一套技巧就能彻底解决。你越想立刻把它处理掉，它反而越纠缠你。就像失眠的人越想睡越睡不着，害怕失去的人越抓越容易失去，想被喜欢的人越迎合越没有魅力。95在告诉你，有些疾是妄疾，是由妄念产生的病。对这种病，最好的药往往不是再补一刀，而是少做一点，松开一点，诚实一点。回到真，病就开始松。这对我们的人生是很重要的提醒。
当你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对劲时，不妨先问问，不是我要怎么把自己修得更厉害，而是我是不是早就偏离了自己的真实？我是不是活在一个不适合我的关系里？我是不是一直在扮演某种角色？我是不是太害怕失败，所以连呼吸都变得用力？很多痛苦不是你太脆弱，而是你离自己太远。回来往往比硬撑更有用。上九说，无妄，行有省，无忧虑。到了最上面，事情反而危险了。因为上九的问题不在于邪恶，而在于过头。明明是无妄，却还要再行、再推、再做，结果反而有灾。这一句太适合讲那些把我是对的变成执念的人。很多人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正，而是太相信自己站在正的一边，于是开始强行推进，开始不留余地，开始把自己的信念变成对别人的要求。到最后，原本的正也会因为过度用力而变质。这是无妄卦非常高明的地方，它不是简单的告诉你做对就好，而是提醒你，就算你是对的，也不能过度。就算你的出发点没问题，也要看时机、看位置、看分寸。感情里你真诚没有错，但真诚不等于窒息式付出。工作里你负责没有错，但负责不等于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扛。理念上你坚持没有错，但坚持不等于逼所有人接受。很多悲剧不是从邪恶开始，而是从我明明是为你好开始。当一个人失去分寸感，他就算站在正义那一边，也可能把事情弄坏。把六爻整体看完，你会发现无妄卦其实在描写一条很完整的人生路线。一开始保持单纯，可以前进，接着要放下过度功利的执着，中途即使遭遇莫名其妙的灾，也不要因此失真。局势复杂时守住正，不乱动；内在生病时不要再乱加控制，学会回归。最后，即使自认站得很正，也不能过头，否则依然会有灾。这整条线讲的其实就是一件事，真正的正道不只在于方向正，还在于动机正、节奏正、分寸正。所以如果要用一句现代话总结无妄卦，我会说，人生最大的偏差常常不是做错，而是用错了心。你表面上在经营关系，实际上在索取安全感；你表面上在努力工作，实际上在逃避自我怀疑；你表面上在追求理想，实际上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。当你的心不正，再漂亮的行动都会慢慢失真。而当你的心正了，就算眼前不一定立刻顺利，你也比较不会把自己带进更大的灾里。易经第25卦天雷无妄，讲到最后，其实是在问我们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：你活着到底是在顺着自己的真实、本分与天理而行，还是在被恐惧、欲望、比较与焦虑推着跑？很多人以为人生的难题在外面，答案在更厉害的技巧、更精密的规划、更有效的手段。但无妄卦偏偏要你回到最原点去看，你是不是已经不真了？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心都骗，连自己的动机都不敢面对，那他所有的努力都很可能只是把偏差走得更远而已。所以无妄不是一种简单，而是一种极高级的清醒。它要求你把虚假的期待拿掉，把自我欺骗拿掉，把急于掌控的冲动拿掉，把那些披着合理外衣的妄念拿掉。等这些东西一层一层剥掉之后，你才会发现，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。你该爱的人就好好爱，你该做的事就踏实做，你该离开的局就坦然离开，你该承受的后果就诚实承受。少一点妄，多一点真。人生虽然不保证一路顺遂，但至少不会在自我扭曲里越走越偏。如果你最近正卡在一段让你很焦虑的关系里，或者一个让你不停内耗的工作状态里，又或者你明明很努力，却越活越不像自己，那也许你最需要做的不是再想更多办法，而是先停下来问问自己，
我现在到底在妄什么？我是不是太想控制结果，反而失去了本心？我是不是在用看似正当的理由掩饰自己真正的恐惧？当你愿意诚实面对这些问题，无妄卦的力量才会真正开始发生。它不会立刻替你解决所有困境，但它会帮你把心扶正。心一正，很多原本混乱的事就会慢慢清楚，很多原本纠缠的痛就会慢慢松开，很多原本非得抓住不可的东西，你也会开始明白，该来的留不住，该走的求不回，真正属于你的只会在你不忘的时候留下来。如果你听到这里也对无妄卦很有感，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你最近人生里最深的一个妄是什么。也许你的故事正好能提醒另一个正在迷路的人。